Hello，大家好，我係 Coach，今集嘅題目係掌握大學取錄秘訣嘅卓越課外活動。相信有好多學生，尤其是家長呢，仍然深信只要有好嘅成績，就會有大學取錄㗎喇。咁呢個睇下係咩國家嘅大學啦，亦都睇下係唔係具競爭性嘅學系啦。喺孩子細個嘅階段呢，有好多家長都花好多嘅心血去攞好多情報，點樣能夠訓練細路仔有18般武藝，反而呢，越高班呢，就越放棄呢啲課外活動。到高中嘅階段呢，甚至好多父母都勸啲細路仔唔好再參加活動啦咁樣。佢哋認為喺高中嘅階段應該係注重成績，唯有應該咁講係注重考試成績，所以就唔應該再嘥時間喺課外活動度啦。今集嘅內容有課外活動喺大學取錄嘅重要性、活動嘅類型同埋佢哋嘅好處。高年級應該包括啲咩嘅課外活動呢？點樣去平衡同埋有啲咩優先嘅考慮？最有價值嘅活動，要避免嘅事情，同埋喺3個求學階段嘅準備，跟住就係一個重點撮要。如果你仲未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請你訂閱支持我哋，按埋下邊個鐘仔留言分享俾朋友，幫助呢個頻道嘅持續發展。多謝你。課外活動喺大學取錄有咩重要性呢？就係展現到個人興趣同埋熱情。大學需要睇到你點樣能夠將來可能喺校園同埋社區做到一啲積極嘅貢獻。通過課外活動可以睇到你點樣去平衡課外活動同埋你嘅學術責任，好穩健嘅時間管理技能，同埋能夠承擔一啲長期嘅責任。通過活動亦都睇到你嘅領導能力同埋團隊合作技能。亦都睇下你有冇涉獵一啲社區嘅服務，同埋喺呢啲服務裏邊能唔能夠顯示奉獻嘅精神呢？你嘅經驗係唔係多樣化？課外活動可以反映學生全面嘅發展，佢嘅個性同埋適應能力呢特質都係大學重視㗎。其實有邊幾類型呢？有6個類型嘅活動。第一個我稱佢為一啲學會啦，係比較注重學術性嘅訓練，例如辯論啦、數學比賽啊等等。第二個係運動類型嘅團隊。第三係藝術，咁包括咗音樂、戲劇、視覺藝術等等。第四係一啲志願服務或者社區服務嘅活動。第5係學生會，一啲關於學生嘅組織。第6係實習或者兼職。咁我哋睇一睇每一個類別帶俾你一啲咩嘅好處。學會嘅活動係培養批判性嘅思維、研究同埋展示一啲學術嘅技巧。佢哋能夠表現到學生喺某一領域方面嘅求知欲同埋專長。喺運動團隊方面就睇到合作、紀律同埋體能。佢哋仲可以表現出有韌性同埋平衡多項承諾嘅能力，因為運動係需要擺好多時間去訓練，同埋有個持久性，犧牲咗好多個人同埋求學嘅時間。藝術方面有例如音樂、戲劇等等啦，展現到學生嘅創造力同埋自我表達能力，同埋佢哋有冇一啲公開表演嘅技巧呢？呢一啲活動係強調咗學生多年嚟付出嘅代價㗎。喺志願同埋社區服務方面，大學能夠睇到佢哋係做咗啲咩正面嘅影響同埋承諾，有冇同理心同埋組織嘅技能。我成日都同一啲學生解釋，一個對於社會有承擔嘅人往往就係獎學金嘅對象啦。你唔好睇少呢啲服務，因為捐助獎學金嘅人士或者係機構，佢會相信你將來係會回饋社會嘅，所以認為你係值得喺你身上面投資嘅。咁佢點樣睇到呢啲呢？就係睇你嘅志願服務方面嘅 track record 啦。學生會就展現到領導才能、解決問題同埋溝通嘅能力，有效咁樣去合作，實現共同目標嘅能力。至於實習同埋兼職方面提供到你一啲社會嘅經驗同埋責任，表明到你對某一啲嘅職業興趣，可以同專業嘅人士去溝通，時間管理同埋團隊合作嘅技能。
高年級有啲咩課外活動係最理想嘅呢？第一個我擺到最重嘅呢，就會係領導嘅職位。你唔單單係要爭取喺學校某啲學會裏邊有一個職位，而且呢職位亦都係要承擔一啲真正嘅責任，咁樣顯示到你領導嘅才能同埋主動性。咁即係話呢啲學會呢，你就唔好單單好似一個觀眾、一個參與者咁樣啦，你係要付出嘅。第二就係社區服務啦，體現到社會嘅責任同埋對其他人嘅幫助同埋承諾。另外我哋叫一啲叫 passion project， 一啲你對某一方面有熱情，有一個奉獻嘅心，一啲係自創嘅活動，咁可以展現到你嘅興趣同埋才能。特別如果呢啲嘅領域係同你將來讀書嘅方向係相符嘅呢，就會好有功效啦。跟住就係一啲競爭性嘅成就，即係話你參加啲比賽啦，無論係學術、藝術或者體育，呢個能夠展現到你刻苦去奮鬥同埋一個卓越嘅成就。實習同埋工作經驗呢，如果係同你將來嘅專業有關呢，就可以展現你對社會嘅參與同埋專業嘅精神，呢啲係會支持到你申請你所想讀嘅學科嘅。我哋點樣去平衡課外活動嘅優先次序呢？第一係重質不重量，我哋冇可能花太多嘅時間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所以應該係深入嘅參與幾項活動，只係參加一日或者一次過嘅活動呢，嗰啲基本上係唔需要寫落去噶啦。大學係要睇到有一個深度嘅參與，同埋係有領導嘅角色，唔係你做好多學會嘅會員一串咁樣嘅名單，呢啲係冇用噶。第二，要追隨你自己嘅熱情，選擇一啲你真正感到興趣同埋真正有熱誠嘅活動，咁能夠帶出裏邊係有一個意義同埋積極性嘅。第三，你就係要揾一啲領導嘅機會啦，要付出，能夠積極咁樣去影響人嘅。第四，係睇到你嘅長期投入，如果你有啲活動係做咗幾年甚至10年以上嘅，咁即係話你喺呢方面有一個堅持嘅能力同埋有承諾。喺嗰6項之中呢，你唔係話需要全部都有，但係起碼有幾項嚟到平衡學術、藝術、社區服務等等，有一個好好嘅調節。第6就係整合你嘅興趣，因為你嘅時間有限，你要對準你嘅專業，同埋可能有2、3項嘅興趣能夠撮合喺一個嘅活動嗰度，咁就變咗一箭雙雕。考慮課外活動嘅時候呢，就係睇佢哋有咩影響力啦 ，impact， 例如展現到你嘅領導才能啦，影響到其他人啦，一啲國際性嘅比賽啊或者獎項啊，呢啲就會有用啦。如果係小型嘅豬肉獎嗰啲呢，就唔好花時間啦。社區嘅服務同埋義工就能夠展現到你對其他人有承諾，同埋對於呢個社會係有一個奉獻嘅精神嘅。實習研究就展現到你對社會係有認識，創意嘅追求就係話你能夠展現創新同埋跳出一個框框嘅思維能力。要避免嘅事情係唔好過度承擔太多嘅活動，導致到你又攰啦，同埋影響咗個成績。每樣都做下，每樣都放棄，咁其實呢就顯示你冇專注同埋冇一個奉獻嘅精神。唔好單單係為咗寫嘢而去參加，要係有真正嘅興趣同埋長期嘅投入嘅，亦都唔好因為課外活動而忽視咗學業，犧牲咗你嘅成績。喺細路仔仲細嘅時候呢，應該鼓勵佢哋去探索，睇佢哋嘗試唔同嘅活動嚟到發現佢哋嘅熱情，建立佢嘅興趣同埋投入更加多嘅資源，等佢能夠有深入嘅學習。透過唔同嘅活動嘅時間表，鼓勵佢哋堅持活動，教導佢哋承諾同埋毅力嘅價值。面臨挑戰或者挫折嘅時候，點樣去克服？培養一啲社區服務嘅道德，同屋企人一齊參加一啲社會嘅活動項目，灌輸社會嘅責任同埋奉獻嘅重要性。喺初中同佢哋討論下目標同埋興趣，希望大學讀書嘅方向或者職業期望，要邊啲活動可以配合到佢哋將來學習嘅領域呢？亦都鼓勵佢哋參加嘅時候唔好做一個被動，係要主動嘅投入，咁就可以邁向一啲發展領導才能嘅機會啦。強調課外活動同埋學習成績之間要取得平衡，保持優異嘅成績，好好利用暑期規劃有用嘅暑期活動或者啲實習，
體驗嘅機會。當佢哋去到高中嘅時候呢，就要選擇好優先次序，希望佢哋能夠盡早開始大學申請嘅流程，包括點樣去寫論文啦、揾推薦老師啊等等，避免最後一刻呢會有好多嘅壓力，提供一啲情緒嘅支持啦，強調係努力嘅過程而唔係一個結果。亦都要幫助去審查下一啲申請嘅文書係咪能夠顯示咗學生佢自己嘅聲音同埋佢真實嘅一面性情。最後就係管理一下時間，你發現喺呢個時期呢，就唔係開展課外活動嘅時候啦，係應該係一個收割期嘅，因為喺大學申請方面有好多工作需要準備嘅。好，我哋今集嘅重點，我哋重溫一下。第一就係重質不重量，鼓勵有深入有意義嘅參與，而唔係好膚淺咁樣漁翁撒網。大學重視承諾同埋領導嘅角色，要睇到學生嘅熱情、毅力同埋能夠影響社區嘅能力。所以應該盡早開始同埋保持一個持續性、一致性。中學階段呢，甚至更加早嘅時候已經需要發掘興趣，以便有時間培養真實嘅熱情，咁樣係促進到個人成長，而且能夠喺大學申請中脫穎而出。雖然課外活動好重要，但係唔應該犧牲學業成績，所以幫助學生有效咁管理時間，喺課外課內都得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喺呢個年代，真實性係最重要嘅，喺你申請嘅文章同埋面試嗰度都會睇到出嚟嘅。家長嘅支持係最重要啦，喺資源提供、探索、幫助佢哋時間管理同埋平衡方面都會發揮好好嘅作用。最後就係為未來做好準備啦。課外活動咧可以增強你大學申請，並且培育未來成功所需要嘅技能同埋素質。所以我哋唔應該喺中學階段輕視咗課外活動嘅好處。唔知大家睇完呢集嘅內容，係咪對課外活動有啲改觀呢？好多家長喺細路仔年幼嘅時候呢就好注重課外活動，但係到高中就放棄晒，到頭來佢哋冇為將來作任何嘅準備，成為咗一個讀書機器，背題目或者做考試卷嘅超人。如果你有咩意見或者經歷，歡迎你喺留言嗰度發表。請你亦都記得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支持我哋持續嘅發展。你可以撳下個鐘仔，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多謝你。